大家好，能再和你们聊聊天，真的很开心。首先想跟大家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们愿意点开这个视频，愿意花一点时间听我聊这些和中文和我们自己有关的话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也很认真的问题：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晚上，忙完一天的事，躺在床上关了灯，脑子里会慢慢过一遍今天发生的事。那句中文说的不对，那个声调又读错了。今天好像又没做成什么重要的事。想着想着，你就会在心里问自己，我怎么总是做不好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厉害的人？也许你会马上想到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，你可能觉得自己的中文还不够好，也觉得自己还不够自信，不够成功。你也可能觉得，等我把中文学好了，等我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我才会真正喜欢自己。可是，如果一直等到自己变得完美，才允许自己喜欢自己，你可能会等很久很久。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道理，学了怎么对别人有礼貌，怎么把事情做好，怎么不让身边的人失望。可是很少有人教我们怎么好好对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聊为什么有时候很难喜欢自己，我也想和你分享几件很小，但真的可以每天做的事，比如读错中文，做不好事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对自己说？很累的时候，怎么休息才不会心里不安？还有，当你不想答应别人时，怎样说一句温和的不？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，可是它们会慢慢改变你每天对待自己的方式。日子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不用等自己变完美，你也可以好好喜欢自己。也许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喜欢自己，就是从一个很小的瞬间开始的。你坐在桌子前，想练好一句中文，跟着录音读了5遍、6遍，自己在读的时候，声调还是不对。你对着手机录了又听，听了又录，越听越觉得别扭。明明每个词都学过，连在一起就是说不自然。练得越久，心里越烦，到最后，你很可能会对着自己说，这么简单的话都说不好。我真的不适合学中文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，问题本来只有一个，就是这句话没练好。可是心里很快会出现第二个问题，是不是我本身就不够好？可是这时候，有一件事我们很容易忘记，这句话没说好是一件事。你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人，是另一件事。今天的学习没达到自己的期待，也只是一件事，它不能决定你整个人好不好。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说我怎么这么差，可以先停一下，换成一句更准确的话，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好，但我可以再想一个办法。这句话不是假装一切都没问题，你还是承认这件事没有做好，可是你没有把一次不顺利变成对自己全部的评价。有时候，我们的心里像住着一个很严格的人，你做得好，他只说一句应该的；你做错一点点，他却会说很久。
它会提醒你以前的错误，也会告诉你别人比你强。这个声音一出现，你不需要马上和他吵架，你可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是真的发生的事，还是我心里的害怕？比如，你给中国朋友发了一段语音，对方几个小时没有回复，害怕会说，他是不是觉得我中文很差，不想理我？可是事实只是，他还没有回复。比如，你在课上回答问题，说错了一个词，害怕会说，大家一定都觉得我很笨。可是事实也许只是，你说错了一个词，然后课程继续往下走了。把事实和害怕分开，是一个很有用的小练习。因为害怕常常把一件小事说得很大，他喜欢用永远、每次、所有人这些词。他会说，你每次都做不好，所有人都比你强。下次听见这些话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现在有一点害怕，但害怕不一定是真的。你不需要马上变得非常自信，你只需要不要立刻相信那个最坏的声音，就已经很好了。还有一种时候，我们特别容易对自己太严格，已经很累了，却不允许自己停下来。有些人每天都很忙，他们帮助家人、学习、回复消息、照顾身边的人，晚上回到家，身体已经很累了，心里却还是不允许自己休息。他们会想，我今天做的还不够多，现在就休息，是不是太懒了？可是人不是一直有力气的机器。你饿了会吃饭，困了会睡觉，心里很累的时候，也需要停一下。休息以前，你可以问自己3个很简单的问题。我现在累不累？是什么让我累？我现在最需要什么？有时候，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习计划，而是一顿安静的饭，不是再看半小时手机，而是洗一个热水澡，不是强迫自己马上开心，而是做几分钟，什么也不做。当你决定休息时，可以认真地对自己说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我需要休息。这句话不是借口，它是一句很诚实的话。你不是放弃该做的事，你是在照顾明天还要继续生活的自己。也许你会担心，对自己太好会不会变懒？可是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已经很累了，你一直推着他往前走，他会越来越有力气吗？还是会有一天，突然什么都不想做了？真正能走得久的人，不是从来不会累的人，而是累的时候知道该停一下的人。这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很难。朋友请你帮忙翻译东西，你明明很累，还是说好。别人休息时找你聊天，你本来想复习中文，还是马上陪着说话。有人请你去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，你不想让他失望，于是又答应了。刚开始你会觉得自己很善良，可是答应的太多以后，你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心里也会越来越不开心。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，自己一直在照顾所有人的感受，可是没有人知道你也很累。说不，不等于你不关心别人，它只是告诉别人，我也有自己的时间和力气，我也有不想做的事。
你不需要解释很长的理由，你可以说谢谢你想到我，不过我今天不能。也可以说我这周没有时间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如果你真的很想帮忙，但是现在没有力气，可以说我很想帮你，可是我今天需要休息。这些话都很短，也很有礼貌，他们没有伤害别人，也没有让你把自己忘掉。刚开始说不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一点心里不舒服，你会担心别人是不是不高兴，这个感觉很正常。可是你可以提醒自己，别人有点失望，不代表你做错了。一个尊重你的人会慢慢理解你的界限，一直习惯你答应的人，刚开始也许需要一点时间适应，你不用为了让别人开心就一直委屈自己。还有，别把别人的生活当成自己的考试。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，有人中文说得特别流利，有人考过了很难的考试，有人去了中国旅行，有人看起来每天都很有计划。你看得越多，越容易觉得自己走得太慢。比较会让你忘记自己的生活，你本来在好好走自己的路，后来却开始一直看别人走到哪里了，走着走着，你就乱了自己的脚步。当你又开始比较时，可以对自己说，他有他的时间，我也有我的时间。这不是要你假装别人做得不好，别人做得好，当然可以为他开心。可是他的速度不需要变成你责怪自己的原因。你可以再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也许你想和中国人轻松聊天，也许你想看懂喜欢的书和电影，也许你只是希望每天离目标近一点。每个人想要的生活不一样，别人喜欢的路不一定也适合你。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才能少一点跟着别人跑，多一点为自己做选择。还有一种习惯，也会让人越来越不喜欢自己，就是你总在说对不起。你也许没有做错什么，可是开口先要说对不起，我想问一下，对不起，我可以晚一点回复吗？说得多了，好像连正常的表达自己，也要先得到别人的同意。当然，做错事以后说对不起很重要，可是你不需要为自己的存在道歉。你有问题想问，可以直接说，我想请问一下。你想晚一点回复，可以说，我晚一点回复你。你中文说得慢，也可以说，请你说慢一点，谢谢。这些话的意思没有变，可是感觉不一样了。前面那些话好像在说，希望你不要觉得我麻烦。后面这些话是在平静地说明自己的情况，这不是让你变得很强硬，你还是可以有礼貌，还是可以关心别人的感觉，只是你不需要先把自己变小，才敢说出一个正常的需要。下次你想马上说对不起的时候，可以先想1秒，我真的做错了吗？还是我只是有一个自己的需要？如果你只是有一个需要，那么你可以用更简单、更诚实的话表达它。有时候，我们连自己累在哪里都不知道，只是觉得心里很烦，什么都不想做。这时可以试一个小练习。晚上写下3件事，今天什么事让我很累，
什么事让我感觉好一点？明天我想少做什么，或者多做什么？每个问题写一句就够了。3天以后，你也许会发现，有些事一直让你心累，有些小习惯却能让你安静下来。先了解自己，才能更好地照顾自己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看见小小的完成。有时候，我们太习惯看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事，计划没有全部做好，说话又说错了，于是觉得这一天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今天有没有起床？有没有认真完成一件小事？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有没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没有对别人发脾气？这些也都是你认真做过的事。你不需要每天都有一个很大的成功。你可以在晚上问自己，今天我做成了什么？答案可以很小。比如，我今天记住了3个新词。我今天出去走了10分钟。我今天虽然难过，但我没有放弃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些小小的完成，你会更愿意相信，我可以处理好生活里的事，我不是一直都很差。如果你以前学中文停下过，你可以这次学着慢慢坚持，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学很久。如果你以前对一个人说了不好的话，你可以学着下次先停一下再说。如果你以前没有照顾好自己，你可以从今晚早点睡觉开始。错误可以告诉你下一次怎么做，可是它不需要一直留在你的心里。天天提醒你，你很差。当你又想起以前的事，可以试着说，那时候的我没有做得很好，但现在的我已经明白更多了。这句话不是为了躲开责任，相反，它让你把责任带到未来。你不再每天回去惩罚过去的自己，你开始用今天的行动去回应那件事。还有，当你经历了一个很不好的日子，不要要求自己立刻变好。你可以先找一件很小的事完成它，也许是起床洗脸，也许是听5分钟中文，也许是走到楼下买一杯水。做完以后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今天很难，但我还是做了一件事。当然，学会喜欢自己，不是从今天开始就永远不难过。你还是会有说不好中文的时候，会有被拒绝的时候，会有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很不想说话的时候。可是到了那一天，你可以做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的事，不要马上离开自己。你可以倒一杯温水，坐下来，先让自己安静一点。你可以把手机放远一点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今天真的不容易，可是我会陪着自己。这句话也许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当你在一个不太好的日子里，还愿意这样对自己说，你就在慢慢成为一个可以让自己相信的人。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件小事，我们聊了做错以后，不要马上把一件事变成对自己的全部否定。你可以说，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好，但我可以再想一个办法。我们聊了，累的时候可以安心休息。你可以诚实地说，我今天真的很累，我需要休息。我们也聊了，说不等于冷漠。你可以说，谢谢你想到我，不过我今天不能。还有，当你看见别人走得很快时，
别忘了告诉自己，他有他的时间，我也有我的时间。最后，请记住一件事，喜欢自己，不是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好，是在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，你还是愿意好好对待自己。今天视频结束以后，你不用同时改变所有事，只选一句你最需要的话，把它留给今天的自己。也许是在你累的时候，也许是在你做错的时候，也许是在你又开始比较的时候。下一次那个很严格的声音出现时，试着不要马上听它，先对自己说一句更温和、更真实的话。